这个老六穿越到修仙世界，开局被系统强行沉睡1万年，醒来发现实力已经凌驾于法则之上。系统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宿主您已经无敌了，四方天道见到您都得喊声爷。万年一梦啊！擅闯无知禁地者，死！乖。这怎么可能？大人，请您饶我一命，原谅我有眼无珠。念你修行不易，那就留你一命，跟在我身边吧。多谢大人。你既然已经跟我，那这禁地便无存在必要了。九头狮所在的禁地竟被整个灭掉。那头狮子在大地不显的当时，可是近乎于无敌呀！有大地现世了。这个字念里吗？你这不分明就是赵啊！哪来不长眼的东西，赶紧滚！赵府门前不是你们随便能逗留的地方。万载岁月，还真是沧海桑田，古老氏族李族竟消失不见，被取代了。李寻终究见不到了吗？万年前，他一个散修，为了修行提升实力，四处奔波冒险。他也结识了唯一挚友李寻，古氏族李族的少族长，而他只是一名散修。后来他得到长生系统，要去沉睡时，他跟李寻告别，这才得知了李寻身份。等我，万年后我必来找你，与你相见，把酒言欢。少爷回来了，我就知道少爷此番出去必能成功，拿下李族余孽。李族余孽，疯了吗？敢挡少爷的道，找死！难怪敢拦我的车，但你想在我面前放肆，那还不够格！给我拿下他！陈长生走到女孩面前，蹲下身子，一手抓住捆住女孩的大铁链子。大铁链子为玄寒铁打造而成，纵然是圣人，也难以捏碎玄寒铁。陈长生只是轻轻发力，玄寒铁就全部碎成了粉末。周边的修士全都看麻了，轻松间将玄寒铁捏碎，这是一位少年大圣吗？可惜大圣也不是赵族对手啊，这可是在赵族的家门口。陈长生没有理会周边的声音，而是治愈女孩身上的伤。刹那间，女孩身上的伤全被治愈，她模糊的意识逐渐清醒过来。别打我！陈长生轻轻将她抱了起来。不用害怕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你知道李寻吗？女孩咬着牙不说话，她不知道陈长生是敌是友，不想说老祖之事。我是李寻的好友。老祖的好友嘛？不对，老祖好友怎么可能这么年轻？这时，数道恐怖身影从赵族冲出，将陈长生围了起来。赵族族长也从赵族走了出来。不管你是谁，敢来我赵族撒野，你注定打错了算盘。这里的李族去哪了？李寻又去哪了？李族早已被我们赵族给灭掉，李寻更是被我们所杀。你是来替李族报仇的？不，我是来替李寻报仇的。瞬间，所有在场的修士全都不可置信地看着陈长生。这几道身影，境界全在圣境之上。这少年是至尊吗？您这是老祖的好友吗？您能收我为徒，教导我修行吗？我想亲自为死去的族人报仇。你没法报仇了。为什么？您不愿意收我为徒吗？不是，你想报仇，我也想报仇啊！今日，赵族必灭。他要一人灭掉整个赵族吗？你究竟是谁？赵族所有老牌强者进出，站在赵族长身后，至尊的威压瞬间落下。什么玩意？这么能装？小小的至尊也敢这样装？主子真要灭掉赵族吗？这赵族内恐有大帝坐镇啊！赵族的深处带给他一种恐怖的感觉。如果没错的话，赵族的深处必有大帝坐镇。我是谁？我是李寻的好友。前面九头狮所在禁地被人一巴掌给灭掉，是你所为吧？赵族长现今无比沉稳，一点也不慌。是我。够了！你真当我赵族可任你杀戮，族中无敌吗？有敌又怎样？我今天还是要将你赵族灭之。赵族威仪，请老祖醒来，诛杀来敌！你的实力已经凌驾于法则之上，可就在刚刚，有人仗着族中有大帝在世，就敢与你叫嚣，殊不知一会要灭族。赵族有难，请老祖醒来，诛杀来敌！道友这是何意？为好友报仇而来。赵族老祖从陈长生身上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。我清楚道友实力很强，但是如果我说我赵族一共有5位大帝在呢？那就一并嘎了。对，别他喵的睡着，全给我醒过来！别人都嘎到我们家里来。竟然真有5位大帝，主人能是5位大帝的对手吗？ 5位大帝吗？呵呵。
我去，一步踏出5位大帝皆亡，那可是大帝，不是什么初入修行的小修士啊，就这样被一步灭杀掉了。他惊悚无比，但很快他就乐呵呵的傻笑了起来。这是我的主子啊！跟在这样一位无敌的存在身边，他也注定前途无量啊！大黄，去吧，不要放过一个，全干了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跟我说说你的情况，李族的情况吧。我叫李若雪。随后，李若雪将李族的惨状讲了出来。我是李族最后的血脉。李若雪泣不成声，小脸上全是泪水。到了她这一代，李族剩下的成员不到10余人，而这10余人也因保护她，惨死在追杀过来的赵少手里。但她最终也没能逃掉，还是被赵少给抓到了。我爹、我娘、我的叔叔伯伯们。陈长生满是心疼，他伸手轻柔地擦掉李若雪脸上的泪水。不哭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在，你再也不会受到半点委屈。这话他是在对李若雪说，也是在对李寻说，他要替李寻守护好李族最后的血脉。那群突然杀上李族的神秘未知强者，他们全都必死无疑。时间不长，大黄跑过来复命，赵族上下全被他嘎干净了。他看向李若雪，柔声问道：“你想踏上修行路吗？”我想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便当你的护导人，为你护导，助你修行。旁边，大黄流露出无比羡慕的目光。有陈长生这等恐怖无敌的存在护导，李若雪的修行路注定将无半点坎坷。大黄，世间哪个道统教导弟子最好？陈长生看向大黄，他虽无敌，但他并不懂如何教导人修行。他想将李若雪送进世间最好的道统内修行。道仪圣地，世间公认的最好修行道统，其内出过无数大帝，在道仪圣地内修行的弟子，无一例外，全都具有不小的成就。好，那就去道仪圣地。麻烦2位通禀一声，陈长生前来拜访道一圣主。拜访圣主，小子你没喝醉吧？哪来的毛头小子，张口就说要见圣主？我们圣主岂是可以随便见的？道一圣主在吗？陈长生前来拜访。陈长生开口，声音响彻整个道一圣地。下一瞬，道一圣地深处亮起数道翅膀，数名圣地长老从深处走出，来到山门这里。小辈，你从何而来？又为何要见我们圣主？我从何而来不重要，我来见你们圣主，乃是给你们圣主送徒而来。他拉着李若雪的小手，要让李若雪当道一圣主亲传弟子。小辈，你口气太大了，张口就说来给圣主送徒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送过来的人又是谁？速速离去，莫要在这里捣乱，这里不是你能随便捣乱的地方。我没有捣乱，还有，我也不是小辈，莫再以小辈称呼我。不是小辈是什么？速速离去，不要敬酒，不吃罚酒，自讨苦吃。陈长生没有说话，只是打了一个响指，霎那间，无穷力量向一众圣地长老压去，没有任何悬念，一众圣地长老毫无丝毫反抗之力，全被瞬间压倒在地上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来送徒，并非捣乱。你们圣主收徒有何要求，我都可以满足，世间珍宝、地兵地药等，只要你们提，我全满足你们。这位公子，圣主收徒，并非看的是什么珍宝和地兵地药等，而是看的资质与天赋。唯有绝世逆天妖孽，才可成为圣主弟子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我可以跟你们圣主聊聊吗？公子，实在抱歉，圣主不在圣地，有事外出了。那能进里面一叙吗？这是我们的疏忽，还请公子见谅。公子请进。你带着好友的后代来拜师，没想到却被嫌弃没有逆天体质。于是你拿出一本泛黄古籍，翻找传说中最逆天的体质。我来看看帮若雪铸就什么体质。泛黄古籍中记载世间最强体质铸成之法。一众圣地长老看着陈长生手中的古籍，脸色全都大变。这是什么古籍？那就太清道体吧。太清道体，这可是传说中的体质，古来罕见，数万年都不见得会出现一位太清道体。但凡拥有太清道体者，无一例外，最后皆成为了不可想象的盖世强者。还差了一道引子。他检查铸就太清道体的材料，发现少了一种材料，天地级别的兽血。麻烦问一下诸位，诸位可知哪里有天地兽？天地兽，公子找他干嘛？一众圣地长老吓了一大跳。世间最高修行境界便是天地境，天地兽无疑是世间霸主，轻易招惹不得。借点血。世间谁敢去找天地兽借血啊？这跟找死没两样啊！什么？找天地兽借血？不多借，就借个100滴就行。什么？还要借上100滴？诸位尽管告诉我哪有天地兽就行。好吧，世间9大禁地的轮回海，哪里有天地兽？轮回海在哪？白发长老拿出一份地图，指明了轮回海位置。好，大黄走吧。不是，怎么还带着我？真去了？这位到底是谁呀？一众圣地长老心惊胆跳，陈长生说去就去，当真吓到了他们。再猛也不行啊，多半凶多吉少。轮回海那头天地兽
可不是好惹的。他们全都认为陈长生将有去无回。真来借血了！大黄站在轮回海上空，就感觉死亡已经降临到了他头上。轮回主何在？我来找你借点血。来找主子借血，你怎么敢的？这是一头处于帝王境的恐怖巨鱼啊！随便一个眼神就能彻底灭杀掉本王。此时大黄已经快被吓尿了，他小心紧张地看向陈长生。主子能对付得了巨鱼吗？帝王境啊，地中称王之境，大地在其面前不堪一击。杀！我来友好借血，不想动我不白借，会用天才地宝进行交换。巨鱼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盯着陈长生看了又看。陈长生俨然不好对付，是一个很猛的狠茬子。不过他并不怕，因为他主子就在轮回海中。换血，哈哈，凭你也配？你还是留下来给主子当血食吧。好可怕！主子到底什么境界，竟能一个响指将他禁锢死？一位帝皇吗？这时，数头更为恐怖的海兽从轮回海里冲了出来，它们共有9头，每一头散发出来的气息都远超巨鱼。很显然，它们拥有的实力远在巨鱼之上。杀！9头帝皇兽竟然能直接出现9头，吓人啊！不，吓狗啊！主子，要不我们跑吧？大黄不必惊慌。哪来的不知死活家伙，竟敢在轮回海撒野？轮回海安静了一段岁月，未曾有所动作，世人这时已经都忘却了轮回海之恐怖。陈长生再次一个响指，瞬间9头帝皇兽全被定在了半空中。我的天！难怪主子敢来轮回海，主子估计真有跟天地兽叫板的实力。他估测陈长生很有可能也是一位天帝。你很有实力啊，但有实力又如何？在主子面前，你注定是土鸡瓦狗，不堪一击。轮回海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他们一样对自己主子有绝对信心。陈长生也没有理会这些帝皇兽。轮回主出来一剑，我只要你110滴血。至于交换条件，我任你贴。110滴血，你还真敢开口？找死都不带你这样找死的。黑色海水再次剧烈涌动起来，6头更为恐怖的海兽冲出。吓狗呀！还有帝尊兽！大黄高度紧张起来。接下来就知道陈长生到底是不是天帝。若陈长生还能轻松镇压的话，那么毋庸置疑，陈长生必是一尊天帝。若真是一尊天帝的话，那他当真抱上了一条无敌的大腿。你带着好友的后代来拜师，没想到却被嫌弃没有逆天体质。于是你翻找出传说中最逆天的体质，如今来到轮回海寻求最后一道材料，没想到却被瞧不起。张口就要无主140滴血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还交换？无主之血何其珍贵，一滴血都堪比天地药，你拿什么交换？堪比天地药吗？那我就拿天地药来交换。我拿100株天地药来交换。他粗略扫了一眼系统背包，天地药数量最少也有上千株。当天地药是大白菜吗？世间总共也没有这么多株天地药。原来是个疯子，难怪敢来轮回海撒野。轮回海禁地，任何生灵靠近都将杀无赦。只是换个血，我不想动我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眼前这个疯子竟是天帝！当时天帝是有数的，总共也没有多少位。他们对陈长生没有印象，当时的天帝他们都知道，他们断定陈长生就是一位新晋天帝。新晋天帝来轮回海立威来了，什么找主子借血，全是借口。他们认为陈长生刚成就天帝位，故此打上了轮回海，想以轮回海立威，打响自身名号。天帝。这时无声无息间，一个人影出现在轮回海之上，他就是轮回海之主，一头早已迈入天地境的恐怖凶兽。一个新晋天帝就敢来挑衅我的威严了？没有。陈长生挥手，100株天地药出现在他身前。我来换血，以100株天地药来换你100滴血。大黄看着100株天地药，眼睛都看花了。真的假的？世间总共也没有这么多天地药吧？主子不会是搞批发的吧？另一边，轮回主脸色大变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陈长生能一下子拿出来100株天地药。这可是天地药啊，不是什么大白菜。天地药为世间最顶级大药，非常难以诞生，他总共也就见过10几株而已。 100株天地药换你100滴血，这买卖对你来说非常划算。希望你能把握住机会，不要做蠢事。换吗？轮回主犹豫起来，血液中含有他的本源，他怕陈长生凭借100滴血中的本源镇压操控住他，他不敢冒这个险。我的血远没有天地药珍贵，他怎么可能会用100株天地药来交换？这其中必有猫腻。不换，不换，行。陈长生收起100株天地药，准备带大黄离开。与此同时，轮回主变得蠢蠢欲动起来。100株天地药，他不想就这样错过。
轮回主开启轮回海，古老的大沙阵瞬间将陈长生笼罩进去。你要对我动手吗？对我动手需要付出代价，你想好？想什么想？不用想。好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杀！什么？轮回主满脸惊悚，魂都快被吓散了。一个响指，恐怖大阵崩碎，他被拿捏。陈长生到底有多强，他不敢想象。轮回主身上开始滴血，百滴过后，陈长生将轮回主放开。这是你对我出手的代价。他看了轮回主一眼，淡淡说道。随后，他带着大黄离开这里。他到底是谁？他看到陈长生的实力，心里一阵后怕。如果陈长生对他有杀意，他已经凉了。后悔啊！要是老老实实的交换多好啊，还能得到百株天地啊！回来了，材料已齐，若雪，我帮你逆天改命。好，材料齐了，陈长生得到了轮回主的血。一众圣地长老不可置信，打死他们也不敢相信。半天时间不到，陈长生就从轮回主身上搞到了百滴血。咱们找个空旷的地方，逆天改命时会有天劫降临，借诸位场地一用。若是答应下来，到一圣地必然会受到波及。陈长生看出了长老的担忧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在，天劫造不成任何破坏。那个，他开口想要拒绝陈长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带若雪去其他地方逆天改命。他没有多说，知道一众长老的顾虑，都觉得他在说大话，不相信他。多谢公子理解。公子，我们能跟着去吗？可以。他牵着李若雪的小手，走出道一圣地。大黄对李若雪羡慕不已，因为他知道陈长生一点大话都没说。陈长生真能帮李若雪铸就世间最强体。你的实力已经凌驾于法则之上，可就在刚刚，你在轮回海轻松将轮回之主镇压，得到了逆天改命最后的材料。一众圣地长老都认为你在说大话，殊不知一会全都笑不出了。不用担心，不用紧张，很快就好了。若雪不担心，也不紧张。陈长生取出轮回主的百滴血，还有各种异常珍稀的天材地宝，准备开始帮李若雪逆天改命，铸就太清道体。什么？他竟真的从轮回主身上搞到了110滴血？远处的一众圣地长老全都大惊，半天时间不到，就从轮回主身上搞到了。陈长生和轮回主必定爆发了大战，而且还战胜了轮回主，还是在轮回主的老巢内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看着陈长生拿出来的天材地宝，心中更为震撼。河道花，这就是河道花无疑。世间奇花比天地药还要更加超凡不上，一个修行时代中只能诞生出来一株河道花。那是混沌竹吗？我靠，9节天连！此前陈长生说要帮李若雪逆天改命，他们都认为陈长生在说大话。如今见到这些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顶级奇物后，他们再也不觉得陈长生在乱语。羡慕羡慕羡慕！我好好跟在大人身边，替大人卖命，大人也能这样帮我逆天改命吗？另一边，陈长生施展秘法，开始为李若雪逆天改命。雷劫来了，快退，退得越远越好。哼，瞧你们这些出息，一个比一个胆子小。大黄对这些长老嗤之以鼻，小小的天劫算什么？大人抬手间就给灭了。他不屑一步，没有动作，还留在原地。逆天改命因果太大，彻底惹怒了天道。这天劫比天地劫还恐怖100倍呀！早知道这样，我们说什么也不应该跟着过来观看。小小的天劫都不算什么，你跑啥？散步。乖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跑什么跑啊！真是一点出息都没有，哪像我天雷瀑布降临而面不改色，平静处置。你呀，刚才没被吓到拼命逃亡，还好意思说我们？本王只是散步，优雅懂不懂？无论何时，不管遇到什么，皆要保持绝对的优雅。大黄看向一众长老，当然跟你们说这些也是白说，你们还达不到这种境界。杀！唯有我这种心境强大者，才能时刻保持这样绝对的优雅境界，遇事不慌，泰然自若。我操！我的天，这是要灭世啊！好啊！那是什么？竟有一道人形天雷从雷海中轰杀出来。人形天雷，这是古史中记载的最恐怖天劫，降下人形天雷，说明天道怒到了极点。这是要大人的命啊！完了，大人要死了！天不可逆，命不可改，现实就是如此血淋淋啊！哪怕他异常恐怖，可碾压轮回主，他也注定对抗不了天道啊！打扰我为若雪铸就太清道体，你怎么敢的？这时，陈长生冷眼看向天穹之上的无边雷海，他打了一个响指，无边雷海瞬间被抹灭，天地恢复平静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
一尊仙马，这绝对是一位仙人。陈长生拥有的实力不在人世间范畴，他们认为陈长生必然成就了仙位，人间之上的境界。自古以来，所有修士生灵的目标，皆是为了成仙。仙，我大黄走大运了。陈长生成功帮李若雪逆天改命，他流下激动的泪水。不哭，李若雪是李族最后的血脉，他势必要帮李寻守护好李族最后的血脉。走，回去了。等到一圣主回来，你就拜师，让他指点你修行。天大的机缘啊！我到一圣地注定要起飞啊！赶紧联系圣主，让圣主回来收徒。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。他们不敢耽搁，快速联系他们的圣主。怎么联系不上？圣主出事了吗？你的实力凌驾于法界之上，一位好友后代逆天改命之际，徒手捏造恐怖的人形天雷。刚才还认为你说大话的长老，下一秒竟然唤醒老祖，让老祖们前往拜见你。何时唤醒我们？圣地出现什么重大危机了吗？沉睡的老祖们全都认为圣地出事了，因为只有圣地出事的时候，他们才会被唤醒。圣主和一些长老可能出事了，但还没有确定。我唤醒老祖们，并非是这件事情。圣地来了一位贵客，这是我唤醒老祖们的原因。贵客？什么样的贵客？需要将我们全部唤醒？胡闹！老祖们别动怒，这位真非比寻常，至高无上，需唤醒老祖们，让老祖们前往拜见。让我们前往拜见？你疯了，越说越离谱。老祖们更为不满，严厉斥喝道：“这是一位仙人。仙人，你真是疯了！你是修炼走火入魔了？怎么如此胡言乱语不断？世间哪来的仙人？”老祖们全都不信，世间有仙。你要见到的是仙人，我喊你老祖，给你行跪拜礼。诸位老祖，你们听我说。长老详细将陈长生的离谱事件告诉给老祖们。真的假的？全是真的，不仅我亲眼所见，还有其他长老也亲眼所见。其他长老正在陪仙人参观圣地，我特意过来唤醒老祖们，让老祖们前往拜见仙人。因为仙人在我们圣地，老祖们若是不前往拜见，我也很失礼啊。对，得前往拜见。见过仙人，仙人降临圣地，我等有失远迎，还请仙人见谅。不用多礼，也不用喊我什么仙人。时间不长，前往古老遗迹查看情况的长老回来了。果然出事了，古老遗迹那边出现了莫名力量，封住了入口，但是情况不容乐观。我在遗迹入口那边闻到了非常重的血腥味。道仪圣主出事了，那处古老遗迹在哪？不敢麻烦公子，我们过去走一趟就行了。若是我们不行，公子再出手也不迟。好，你们去吧。你们不行了，我再过去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前往古老遗迹那边的数名老祖回来了。不行，不知那是什么力量，太恐怖了，我们丝毫都撼动不了，进不去古老遗迹里面。我去走一趟，最少也得一位天帝出手。仙人的手段。姐，又来血石了，不错不错，这次来的血石更好。能成为吾的血石，乃是你们无上荣耀。吾闻血魔逆转阴阳，打破寿命枷锁，与当世重生而归。血魔，他们想到上古时代的一个超恐怖大妖魔，这个超恐怖大妖魔就叫血魔。上古时代谈血变色，指的就是血魔。难不成他真是上古时代的血魔？没事，有仙人在呢。仙人手段不可抗衡，哪怕是上古血魔也不行。装神弄鬼。超天帝，这也就是我逆转阴阳而归，还未彻底恢复过来。否则你是超天帝又如何？照样在我面前放肆不得。姐，老天待我不薄，知道我逆天阴阳重归，特意给我送过来了这等超天帝血石。这是大人赐予我的力量，也是我能逆转阴阳的关键。装神弄鬼。什么？一位邪吗？他意识到眼前之人很有可能已经登临仙境。仙人，求您放过我。说说你口中那位大人什么情况吧。好，我这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全都说出来。血魔不敢隐瞒，将事情都说了出来。陈长生也断定李家被灭族跟血魔口中的大人有关。大人曾说仙域是他们的战场，他们将占领仙域，成为仙域的主宰。大人还说他们在诸天万界都有布局，待征战仙域的号角吹响，诸天万界将揭竿而起，攻占仙域。你能不能联系上这个大人，或者是找到这个大人？不能啊！陈长生挥手准备抹杀掉血魔，血魔见陈长生挥手，当场吓尿。那位大人说了，待我逆转阴阳而归后，他会过来找我的。行吧，那你就先留在我身边，等着他过来找你。好。血魔松了一口气，他知道他暂时不用死。一旁，道一圣主和长老们躺在地上，气息无比微弱。不错，这些人都很强啊。等他们死后，我们将他们变成阴灵，带回地府，无疑是大功一件啊。
这仪式很弱啊，完全比不上之前的时代。强大生灵数量太少，且一个比一个够，几乎都在沉睡不外出，搞得我们哥俩好久都没开张了。咦，那个少年能看到我们？他怎么一直在盯着我们看？想多了，他不可能看得到我们，除非我们主动现身，否则世上无人能看到我们。也是，